释怀，不能风光就得走下台。别以为不是黑就是白，可是偏偏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绝世好牌？不用飞在，不自在失态。就算不算好，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，也许根本我不来，让我珍重消化。这样才叫十分精彩，不必空等待，放不开，那应不应该？有朝一日自然会明白。也许痛快，也许后来。我要你在你外公面前发毒誓，要是你再学赌的话，我就要让你失去一只手。说，妈，你不要帮他。齐芳，为什么要叫他发这样的毒誓呢？只有发毒誓，他才能够警惕他自己。如果你是为他好的话，你就应该支持我。我知道，可是他还够小了，我发出去就是了。我严心今天在外公的坟墓前发誓，以后再也不做跟赌有关的事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失去我这一只手。现在满意了吧？我可以回去了吧？小心！齐芳，你没事吧？我真的感到很痛心。放心吧，小新他经过这次的教训，他会知错的。我真的希望他会。有件事我想求你，什么事啊？关掉赌场，带小新马上离开这里。你不赞成我的看法？我会把赌场关掉，但是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一向有计划吗？等着假释期满后，我们全家人一起离开。计划是可以改变的。我不想小新继续的错下去，我要他马上离开这里。就算真的离开，也不必把赌场关掉啊。在珊瑚岛，必须要有个正当的赌场，让人真正有娱乐的地方。小新今天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，让我更加看清楚，那些不合法赌场怎么个无法无天。连不满18岁的青少年也能够进去赌，还逼人太甚呢。小新这件事情是例外，人家欺负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子。齐芳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把赌场关掉的话，那些不合法赌场就来争地盘，到时候一定会拼个你死我活的。你又不是警方，也不是政府，你烦这些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过吗？赌场事业只不过是过眼云烟，怎么现在又反口了？我一向跟市长有过协议，会帮他维持珊瑚岛的赌业安定与繁荣，做人比较守信用。你说来说去，你一直都在敷衍我，是你不想离开珊瑚岛，因为你根本放不下这里的一切。那当初为什么要答应我呢？齐芳，齐芳，你听我说好不好啊？没有做好一切的安排，我是不会离开珊瑚岛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珊瑚岛换了一个好像罗生峰这样的投机、不顾道义的人操纵，那珊瑚岛一定会一片混乱的。赌根本就是害人的东西，只有连根拔起，才不会受他的毒害。你这么说话不是自欺欺人吗？齐芳，我不同意你的说法，赌也有好的一面的。你看看我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不是把珊瑚岛维持得很好吗？还有，赌所赚到的利益，大部分我都捐给了慈善了。
小新敢顶撞我，他根本一直都在受你的影响。齐芳，你别蛮不讲理好不好啊？我蛮不讲理，是谁欺骗在先的？好了，我跟你说什么，你都听不进去。我们彼此冷静一下吧。好。糟了糟了，超级小超人遇到困难了。哎，但是呢，当他想到卡特拉星的爸爸妈妈，在他心里面就会有无穷的力量了。然后呢，他现在受了重伤，怎么办？哦，那要等到下个星期才知道了啊。现在很晚了，你应该睡觉了。下一期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到那个时候。那，你不可以这么想的。你要学小超人那样勇敢的面对困难啊！谢谢你，月雪姐姐，我一定会向小超人学习的。那就对了，快点睡。严先生，对不起，好奇又给你添麻烦了。今晚有流星雨，不如和严太太去看看，许个愿，或许能给你带来好运。那你有什么愿望吗？到什么地方再看得比较清楚？到东面的山坡去，那里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谢谢你啊，我会去。希望流星雨能够带给我们好运，让我们的愿望成真。我也是这么希望。啊，流星！放心吧，看来今天晚上会有很多许愿的机会啊。是你呀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为什么不叫齐芳来呢？你们两个没事吧？是不是因为地下赌场的事啊？对不起啊，都是好奇不好，带小新去那种地方。他要我把赌场关掉，一家人离开珊瑚岛。他怪你放不下。你看，整个城市万家灯火，不过背后却有一批地下赌徒，搞得整个城市乌烟瘴气的。小心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它同样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的。如果离开珊瑚岛，我真的不敢想象，珊瑚岛会变成怎么样。你不可以离开呀！你离开了，罗神风就会拿走珊瑚岛的赌权，到时候珊瑚岛的安宁就会被破坏了。你才是一个实至名归的慈善赌王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珊瑚岛着想，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。如果齐芳能够像你这样这么理解我就好了。哎，流星啊！哎，那里也有啊！你在许什么愿？你觉不觉得我很迷信？我一向都不相信许愿这种事，我觉得最后都不会实现，凡事都要靠自己。
但是在医院里有个病人叫 Brian， 他不过10岁就得了癌症，最近癌细胞又在扩散了，所以我希望这个流星雨的住院为他带来奇迹。看来我的意愿真的是没请错人，没想到你这么爱护病人。我只是尽点心意。李老板，齐芳，你起来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蛋糕啊，我们一起做吧。你先把蛋白跟蛋黄分开啊。齐芳，朱古力要用慢火煮啊，要不然会烧焦的啊。你知不知道我还在生你的气的？齐芳，来，是这样子的。齐芳，蛋糕做好了。你不打算向我解释吗？他们报章只会制造新闻，这些你也相信吗？这么巧拍他们在一起的照片，你们怎么会在一起看流星雨呢？齐芳，为什么打了这把电话你都不接呢？你知道当时我的心情有多乱吗？后来叶雪 SMS 给我，她说在东边能够看到流星雨，一看到流星雨许愿，它就会实现。所以我就到那去，刚好就在那碰到叶雪，我真的看到流星雨了。我也许了个愿，我希望我老婆能够原谅我。齐芳，相信我，我跟叶雪只是普通朋友啊。可是直觉告诉我，也许他在暗恋你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记得吗？上回你想把叶雪推给我，她都拒绝了，她怎么会喜欢上我？可是阿飞，齐芳，你太多心了。别想这么多了。来，尝尝我们夫妻同心做的蛋糕吧。来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丢掉它吧。哎，不要丢掉，这是我们花了一整个早上一起做的蛋糕。你看，我们只是花了一个早上做出来的蛋糕，你都不舍得丢掉。齐芳，赌场是你爸爸一手建立的，你舍得关掉它吗？原来也是有阴谋的。
我真的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要逼我把赌场关掉，好吗？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想了一晚，与其逼你做你不愿做的事情，倒不如尊重你的意愿。真的。谢谢你。根据报道，前天晚上赌王闫飞和他的儿子竟然到地下赌场去赌钱，这件事实在是匪夷所思。闫飞为什么要去地下赌场呢？无聊了。有人说他是想去探听虚实，也有人怀疑。你不看不表示人家不会继续谈论啊，嗯？爸，都是我的错，让你给人家误会。清者自清，我并不在意人家怎么乱说，我只是在乎我儿子到底会不会觉悟。嗯？什么？还在生你妈的气啊？我怎么敢呢？妈妈永远是对的嘛。我知道你心里面是很不服你妈妈，你不服她3次逼你发毒誓，她的出发点是因为她还是很疼你啊，嗯？爸，既然你们都怕我学坏，不如就送我回澳洲啦。我不想留在这里了。那这件事情我也跟你妈妈谈过，她不放心你一个人去，要爸爸陪你一起去啊。嗯？爸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，赌场由谁来管理？那些坏人肯定会再来捣乱的。你能够了解爸爸的处境，这表示你已经长大了。回欧洲这件事情以后也别再提了。嗯？那我的学业怎么办呢？等假期过后，爸爸会安排你继续在这里读完你的学业。嗯？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我留下？我会闷死的。小新，如果这段时间你觉得闷的话，可以叫你朋友来家里玩。嗯？可是我……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次闯了多大的祸呢？还不学乖一点？知道了。嗯。哎，罗先生，罗先生，看佳佳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嗯，请问佳佳呢？上厕所。哦，好。坐吧。谢谢。果然啊，给我说中了。佳佳肚子里面有一张王牌，她一定会心软的。你不要这么开心啊！也许他是来啊，逼我们佳佳打掉孩子的。吹，乱讲话。我听你们说佳佳有了孩子了。罗先生，男人呢应该负责任。你把我佳佳的肚子搞大，还逼她跳海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你？哎呀，你懂什么？男人是怕孩子连累的。英峰。你怎么会来啦？佳佳，当然要来啦，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嘛。你们误会了，他是英峰，是神风的孪生兄弟。原来是双胞胎。佳佳，神风有没有逼你去堕胎？那他有没有逼你自杀？没有，是我自己一时想不开。那个丧尽天良的家伙！我一定要去教训他。英峰，奇怪了，双胞胎性格应该是一样的，怎么是一个好一个坏呢？哎呀，老公，有时候我们买榴莲都会一边好一边生虫啦。哎呀，罗神风，你为什么要逼佳佳打掉肚子里的孩子？你为什么不问清楚佳佳为什么会有孩子？孩子不是你的吗？你是不是不想负责任？如果我想要孩子的话，我一样会负责，我一定会负责。可是佳佳想用孩子来绑住我，逼我和她结婚。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你们都认为我是负心人，可是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你不要装可怜了，就算佳佳肯堕胎，你也不会和她结婚的。等她堕了胎再说吧，她肚子里也是个小生命啊。你应该很清楚我的为人，我最讨厌就是人家逼我做不想做的事。换成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说到底，你是不肯娶佳佳了。我不是不要娶佳佳，我答应过你会和她结婚的，只是我不想被逼婚。啊，你想玩的话，你留在船上，高兴的玩几天。不过我和佳佳的事，你不要再管了。我已经查过了，原来袁飞跟政府所签的赌场专利权合约里头有一段写着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在合约期满的时候，只要有人在赌桌上赌赢了袁飞，
他所拥有的赌场专利权就宣告无效。这份合约几时约满？很快就要期满了。据我所知，他正在申请续约。这次严芬还想在珊瑚岛称霸，没那么容易。如果你想开赌场的话，就要打铁趁热，因为最近市长先生非常不满意严飞他的表现。你是指我们赌王和他儿子到地下赌场去赌博的事？不单是为了这件事，最近严飞跟小护士闹出来的桃色绯闻，市长先生也非常的不开心。我看最不开心的还是他那个老婆。你不要开心的太早。严飞向来很会哄老婆的，小小一个绯闻，影响不了他们夫妻的感情。我就不相信骆奇芳那么大方，因为她还是个女人。就算他们夫妻不联手，你也未必会胜他。你别忘了，上一次严飞落败是因为有你弟弟相助。对了，怎么那么久没有看到英风？是不是你们两兄弟已经拆伙了？当然不是了，只是英风做事一向喜欢低调。我们一直都是兄弟同心。既然我有心帮你们，当然是要看到你们打有把握的仗，对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挑战严飞，而且这一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叶雪曾经去找过市长太太，请她让你假释出狱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？江月雪为你试毒针，冒死救过你，她跟你和严先生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开车，别管他们。奇怪，这些记者怎么查得出你那么多事情呢？不要忘记，人家是靠挖新闻吃饭的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丹顺把飞哥让给叶雪的事，不然的话，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。大姐。飞哥虽然口声说他是清白的，但是无风不起浪，他还是背着你跟叶雪一起去看游星雨。我看你还是看紧一点的好。这件事情阿飞也跟我解释过了，我也不想庸人自扰，明白吗？换成是学明，我就没你那么大方了。你那么凶，学明哪敢做什么？你别看他平时老老实实的，男人都是一样。我看紧一点，怎么行呢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？你怎么把我告诉你的事情告诉记者？现在飞哥和那护士的事情越闹越大，连我老婆也怀疑为什么记者知道那么多内幕。你紧张什么？你老婆有怀疑你吗？当然没有。那你担心什么？可是你放心吧，我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有关严家夫妇的私事，就只有你一个人爆出来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故意弄到飞哥跟齐芳不和，是不是？到这个时候，你觉得你有资格问我那么多问题吗？对不起，我看你是找错人了。我不会出卖飞哥他们，更何况骆文馨是我的老婆，我相信你应该知道。如果你对老婆忠心的话，就不会搞上朱莉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其实，在这些年来，你在严家有没有地位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严飞，他嘴里说你是自己人，大权什么时候到过你手？还有你那位自以为是的老婆，她每一次这样对你呼呼喝喝，这样的气，难道你还受不够吗？就算他们再对我怎么不好，也不代表我应该背叛他们。你如果心里服气的话，这几年来你就不会偷偷的在赌场的账目里面刮了一大笔钱，存进自己的户口里面，而这个数目不是1000，就是好几百万。这算是你对严家的忠心吗？你放心吧，我是绝对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严飞的。
想怎么样？干嘛那么垂头丧气？你好好的替我做事，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现在你只要按入自己银行户口的号码，一笔500万元的款项就会转入你的户口。500万？1分钟之后，马上属于你的。打掉，然后跟你分手。佳佳，难道你这么狠心就要放弃我们的感情，放弃我们的孩子吗？我跟你纠缠了这么久，你根本就不想跟我结婚，我还要孩子来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认真的？真的，我现在就去。你想清楚了没有？我已经想得很清楚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好，我帮你去堕胎。来，我帮你。你想干嘛？放手！上车。干嘛带我来这里？你不是说带我去堕胎的吗？进去吧。罗先生，欢迎，这一定就是新娘了，长得可真漂亮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稍等一下。好。到底想要怎么样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形容的那件婚纱就在那边。小姐，你可真有眼光，这是法国名家设计的服装哦。是啊，这是你男朋友特别为你订的，说是要给你一个惊喜呢。是真的吗？那，进去试一试，看合不合身。你不要再玩我了，好不好？佳佳，走开！佳佳，佳佳，放开我！你知道你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告诉我有了我的孩子，你知道那冲击有多大吗？佳佳，你听我说，我一时无法接受，所以才会胡言乱语的。那时候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傻话，直到你要跳水轻生的时候，我才完全清醒过来。这几天我都不停的自责，不停的后悔，我才发觉，我这几年来是多么的对不起你啊！根本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说真话，什么时候是说假话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我们看婚纱吧。漂不漂亮啊？还可以吗？佳佳，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了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，嫁给我好吗？几年不见了，佳佳比以前啊更漂亮了。我们会在教堂正式举行婚礼，到时候我拍更多照片给你。还有一件事，如果你知道之后，会更高兴的。佳佳已经怀孕了。真的吗？那几年后我出狱，可以帮你们照顾小孩了。
喂，你怎么了？你好像一点都不为我要结婚而感到高兴。我只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绝对不会因为佳佳有了孩子和她结婚的。我前几天是气佳佳用有了孩子来威胁我和她结婚啊，后来你骂了我，我就清醒了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真心对佳佳的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误会我？我对佳佳是认真的。你看，连婚纱照都拍了，还会是假的吗？好，婚礼什么时候举行？当然是等我赢到了妍霏的赌场专利权了。一，我可以在珊瑚岛开赌场；二，可以和佳佳结婚，这叫双喜临门嘛。你要在珊瑚岛开赌场，你不知道吗？佳佳对海没有安全感，想上岸，我就帮她达成这个心愿了。那妍霏一定叫他老婆来帮他的。那时候他们夫妇同心协力，我们会不会兄弟连心呢？你别做梦，我是不会帮你。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心愿都不能为佳佳完成的话，我看我没资格当她的丈夫。她不会快乐地步入教堂，师母也不会快乐地为我们看孩子。我们上一次兄弟联手才打败妍霏的，这次如果他们夫妇一起上阵的话，我肯定会输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你不止让佳佳失望，最重要的是，你也让师母失望。赌后为丈夫选妾，俏护士欣然接受，好像很顺口哈。不知道是谁把这些内幕告诉记者的。文心啊，该不会是你不小心说漏的嘴吧？要死啊！你怀疑我？谣言只一智者，等到他们没有东西写，就会去写别人的。你知不知道，大姐每天要面对那些记者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我看你以后还是别见那位江夜雪了。我也赞成文心的说法。齐芳，你向来很有主见的，为什么为了这种小事而影响到你呢？凡是有主见的人都会赞成文心的建议。如果不是你们单独见面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就不能为了我不要再去见他吗？齐芳，你忘了，叶雪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也可以说是我们严家的救命恩人。我们怎么可以听到外面的闲言闲语而不交这个朋友啊？我赞成爸爸的说法，我们不能够这样不讲道义的。这件事情很快就会淡下来，我不想我连交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啊。对，没有自由是很痛苦的，我是最明白爸爸的感受的。怎么啦？你们父子俩一唱一和。好了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问心无愧。我们不要为这件事情而吵了，好不好？小心，叫张婶开饭吧，肚子饿了。哦。小心，叫张婶呢少放一双筷子，我不吃了。齐芳，你何必生气呢？我哪有生气啊？你们既然尊重自由，我也自由不吃饭了。我已经收到罗神峰他的挑战申请书，他想正式向你挑战。他想向我挑战，目的是想在这里开赌场是吗？嗯，没错。罗神峰心术不正，如果让他在珊瑚岛开赌业的话，一定会把整个赌业弄得乌烟瘴气的。你说的对，身为赌业专员，我也非常希望赌场专利权仍然归严先生所有。我是不会让他在这里立足的。罗神峰他这一次这样大胆的挑战你，他一定有准备的。或许他会跟他弟弟联手。不如这样吧，你也请赌后出手。严太太虽然多年没有正式露面，不过这次为了保住赌场专利权，她也很应该帮丈夫一把吧。说真的，我也很想见识一下赌后的赌术。黄状元，这件事我要好好考虑一下。灭厕所！关厕所！
疗法虽然很基本，不过不同人有不同的变化，尤其是你遇到高手的时候，你再看清楚。整个过程你看到了，猜几点？对不起，严先生，我叫你猜几点啊？严先生，我真的猜不出来。严先生，我其实根本不够资格跟你一起应付罗神风，你为什么不找美瑶呢？美瑶已经跟罗神风赌过，罗神风已经摸清他手法了。那严太太呢？找她不是更好吗？他跟我说过，再不搞赌场的事。况且最近谣言这么多，会影响到他的心情的。严先生，有康，你只是缺乏信心，再加紧练习一定行的。去练吧。你见了师母了？他精神挺好的。3年前我跟他提处理的事情，他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可是今天，他却很兴奋地告诉我3年后的日子要怎么过。都是因为他见了神风，对将来的生活有所寄托。对了，我听倩言说你哥哥快要结婚了，你不高兴吗？还是你不能忘记那女孩子？你误会了，我对佳佳好是因为内疚，是我们这辈子欠她的。佳佳是因为我们才会变波折。林峰，你真的是一个好人。有时候好人也会被逼做坏事。算了，很多时候呢，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。就好像我这样，以为初一之后可以跟家人好好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，谁知道？不要因为外面的传言而影响了夫妻间的感情。说的容易，可是很多时候呢，是不受控制的。做完初一之后，我才深深体会到，凡事都不能尽人意的。想不到，我们曾经说过不会在赌桌上对立，这次却逃不过。赌桌上对立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哥哥已经向严先生下了战书，要在赌桌上分高下，争取珊瑚岛的赌场专利权。关于卢淑芬挑战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应付？你放心吧，有办法解决的。找宇康帮你，你有多少成把握？季芳，我知道你一直很想我把赌场关掉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我不想勉强你，不想让你难做。你不问我，怎么知道我会帮你？季芳，你的想法，我怎么会明白呢？你要我们一起做蛋糕，就希望我们夫妻同心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要一起去应付敌人才对呀。你是说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出战？我是你太太，面对强敌的时候，我一定跟你同一阵线去对付敌人。谢谢你啊。不过，我有个要求。你有什么要求啊？我真的希望你暂时不要再进夜学。哎呀，季芳，我都……阿飞，你听我说，不是我敏感，也不是我多心。不过有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。什么事啊？也许把你送给的花做成干花，摆在家里不舍得丢掉。我也是女人，只有女人真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，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。真的有这样的事？你送给他的筹码，他还当成宝贝一样的收藏着。阿飞，你不要怪我疑心，我不能阻止别人喜欢上自己的丈夫，
我只有提醒这些丈夫要小心点。我不想在这么重要的赌局之前，再闹出什么不利的新闻。既然我们大家都为这件事情而困扰，我答应你，我不要见他。对了，明天有一个慈善活动，我必须要到医院去啊，可能会碰到他。不如这样好不好？你陪我一起去。我不想就跟德夫人，你自己去吧。我绝对相信你。 40、39、38，医生，病人快不行了。Brian， 你要像小超人那样勇敢和坚强，不可以放弃的。我们已经尽了力了，看来他已经快撑不下去了。你要是陪他，就几分钟吧，啊？ 不要太伤心了，你早知道 Brian 日子不多，你让他安息吧哈。那医院现在主办慈善活动，哎，你偶像也来了，你下去看看好不好？这里有我。不用了，我想留下，再陪 Brian。 你怎么了？Brian 他死了。这是得了癌症的一个小朋友。你是护士，应该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。刘星宇的愿望没有实现，我以后再也不许愿了。 大姐，你这次跟飞哥联手，一定可以把罗家兄弟打得落花流水。严先生、严太太，这些事已经准备好了。严先生，没有，什么事？怎么了，何飞？启峰，我跟美瑶去处理一些事，很快回来的。你先到休息室等我。学妹，飞哥，商务晚报刚才电邮过来，你快看看。严先生，这是今晚会刊出的头条新闻。飞哥，怎么会这样子的？在这个时候闹出这种事情，这件事千万不要让齐芳知道，我怕会影响到她的心情。 严太太，大姐，在你的身边，傻傻地看着你笑。喜欢你认真起来的表情，就是让我感动。想你是不是也一样在想我？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？我的一个心愿，带着你到处走。在深夜的时候。 朋友我，能不能够选择不一样的明天，不一样的故事，找寻属于我的世界。不用怕有我，能不能够保证永远快乐？
是